盘点洛基第二季第2集中的那些细节。细节1，在本集的开头，洛基和莫比乌斯来到了1977年的伦敦，在这一所剧院的墙壁上，我们能看到一张永恒族金钩的海报。他在地球上为了隐藏身份而成为了一位宝莱坞巨星，在他的私人飞机上也有着这张电影海报。细节2，当布拉德从大厅溜走时，洛基和莫比乌斯分头去追他。在莫比乌斯追上布拉德后，洛基才姗姗来迟。而洛基之所以晚一步才到，是因为他趁着这段时间提前去到了路口，幻化出一群路人来堵截他，并且这些路人全部都是之前出现过的，这也是洛基能够这么快速就造出这些幻象的原因。不过也可能单纯是剧组为了省掉一些请演员的经费。细节3，布拉德将自己重置回了这个路口，这时我们可以看到他背后有一块路牌，路牌上写着 Stranding， 为单词 Stranding 的谐音，意为搁浅滞留。剧中这里指代的含义，则为暗示布拉德是在任务途中停留在此地。细节4，洛基和莫比乌斯去找欧比询问关于时间平板的问题，但欧比却说自己要忙着拯救世界，让他们看手册自己琢磨。这时我们可以看到，在欧比的工作台上竟然还摆放着一只鳄鱼的模型，这就不禁让人联想到上一季中脑洞大开的鳄鱼版洛基了。不知道这里是单纯的玩梗还是别有深意呢？细节5，时间线监视器展示了时间线分支正在不断被删除，但这不是重点。在放大后，我们能够看到正在消失的时间线名称，在这里我们也能了解漫威目前对于这些时间支流的命名方式。名字开头编号为616，即神圣时间线，接着为字母加数字的混合编号，中间的编号代表神圣时间线上的分支，最后的一串编号则是分支上的分支。这种结构也和此前我们见过的树状图非常相似。细节6，希尔维在杀死遗留之人康后，从他那得到了时间平板。这种时间平板明显要比其他人在 TVA 中用的平板要高级得多，功能也更加丰富。其中剧中明显表现出来的就是变换形态，既能像徽章一样挂着，也能变成手环戴在手上。推测这块时间平板将会成为反转局面的关键性道具，毕竟从理论上来说，这就是 TVA 最高权限的象征，就有点类似于我们古代的虎符。细节7，希尔维等人来到了达斯将军展开时间线消除行动的基地，在远处的一块牌子上写着德勒尤，这其实是本集的导演丹·德勒尤在夹带私货，把自己的名字加进去了。细节8，在这个基地里，我们能看到一些床铺，可见达斯将军是铁了心要将时间线分支消除干净，准备夜以继日的消除时间分支。细节9，在洛基剧集的片尾会出现许多图片和资料，其中不乏其他剧集的细节彩蛋，但我们接下来要看的不是这些。在这个镜头中，我们能看到一些当前剧集内容的截图，在每一集里这几张照片都会更换，但镜头中有一处细节一直没有变化，那就是在屏幕的右下角有一根黑色的手指，而综合判断下来，这根手指是属于康的，意为康正在监视着其他人所发生的一切。但是在第1季中还好解释，毕竟遗留之人康还活着，可是在第1季的最后，遗留之人已经被希尔维给杀死了，那这根手指又是属于谁的呢？是遗留之人根本就没死，还是 TVA 中还隐藏着其他康的变体？欢迎在评论区展开你们的脑洞。